弟兄姊妹平安。在上个月，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叫加巴德，把解密后的情报提供给司法部，证实了在2016年针对川普总统的通俄门整个的事件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可以说是美国的政治的一个耻辱，也是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极大的伤害。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由国家情报机构、深层政府、奥巴马、希拉里等人和民主党发动的一场政变。之前，他们试图利用这些不实的捏造的信息来阻止川普当选。计划失败以后呢，他们又妄图用这样的一些的阴谋质疑川普总统当选的合法性。所以说，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就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呢，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在法律标准上是符合了所有的犯罪的要素，而且这些人他们的阴谋还在继续。现在他们用各样的方式制造各种谣言，混淆视听。就在刚刚，美国司法部长叫帕姆邦迪正式授权了一位匿名的联邦检察官向大陪审团提交证据，开始了重新调查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选举期间是否涉嫌伪造情报、抹黑川普。从邦迪收到这些资料之后，到启动大陪审团，大致经历了5周的时间。那这个在联邦级别的司法调查中属于非常的迅速。为什么说是非常迅速呢？一般的涉及政府机构失职或滥权的这种调查，因为法律、政治、情报牵扯面特别广，这个评估期一般都要长达数月甚至1年以上。那比如说2017年的通俄门，从传言到检察官启动调查花了3个月的时间。那一次呢，已经是非常的快，因为是针对川普。而这一次呢，是牵扯到前国家的高层的领导，政治敏感度非常的高，牵扯到前国家总统奥巴马、前 CIA 的局长、前 FBI 的局长。所以说，启动这个调查呢，司法部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那这也说明邦迪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的一个果断的一个决定。那这个邦迪他曾经是佛州的总检察长，以果断执法著称。他也是川普总统的坚定的支持者。那他接任司法部长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接手通俄门的反调查，这也反映出他的强烈的政治意志和迅速反应的能力。那如果这件重大的事情如果不予调查，势必会继续制造出这样一种印象和现实，就是像这样的行为都不会受到刑事的处罚，这是对邪恶的一种鼓励，一种纵容。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行为会一直持续，不会停止。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某些人别有用心的在网络上鼓吹川普等人是在借着调查搞政治清算。那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事实查清楚吗？不应该让这些作恶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吗？那法律的原则不就是公平公义吗？所以调查的目的是查明真相，追究滥权，这是司法的责任，根本就不是政治清算。那如果一个政府机关曾经滥用权力，操纵情报，甚至影响选举，那是对宪法和人民信任的背叛，这样的行为就应该付上代价。如果不查清这样的犯罪，就是一种纵容罪恶。法律的原则本来就是公平公义，法治国家的核心是无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是现任总统，还是前总统，还是情报部门的高官，只要涉嫌违法，就应该接受调查。这不是报复，而是维护制度，维护法律。民主党的很多的高官都曾经高喊过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时他们高喊这个口号，就是针对川普。那现在轮到自己了，他们反过来说别人在搞清算，可见人心的诡诈邪恶，真的让人很恶心。如果一方可以无限制调查另外一方，比如说针对川普，在川普的任内被通俄门调查多年，而反过来另外一方却完全免于问责，那我想问，这样的法律尊严何在？公正何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让公众相信，现在美国的司法已经被某些人、被某些党派掌控为他们的政治工具。这样的司法体系将完全的丧失民众的信任。那为什么有些媒体、政客把现在的调查说成是政治清算？这是一种诡诈的话术，目的就在于混淆合法问责与非法打击的界限，让公众错以为任何的追责就是政治报复，把被调查者树立成受害者的形象，试图转移焦点，掩盖问题的核心，就是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到底是不是犯罪？如果这些人是清清白白的，那为什么要害怕调查呢？他们调查川普的结果都是虚假的事实。如果他们也没有犯罪，那就等待调查的结果好了。为什么惧怕呢？这种话术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可怕的。只要你调查我或我的盟友，你就是在搞清算；但你调查我的对手，就是维护正义。我们看，这是非常典型的双重标准。在箴言的20章10节有这样一句话：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我们的神是憎恶这种两种标准的。那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这次调查是通过司法部情报总监提交的报告，设立大陪审团，这个都是法律正常的程序，完全不是川普总统他个人的命令。如果说这样的合法的调查都被污名化，那真相将永远无法查清，那法律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那美国的民主也将名存实亡。那不能把调查变成政治清算，这样的话呢，常常被一些媒体或政客当成一种诡辩的借口，给合法的调查贴上政治化的标签，从而误导公众，达到他们保护特定利益集团的目的。那这样的话术呢，就是暗示现在的调查本身不正当。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呢，公众潜意识里边会认为调查就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基于法律和事实的根据。那这样的暗示呢，就削弱了调查的合法性。他们在试图混淆两件事，就是政治清算和合法的问责。所谓政治清算，就是利用司法或者暴力的手段排除打击异己，不是基于事实和法律，而合法的问责是基于事实依据的，对于滥权违法行为进行正当的追究。所以这样的话术呢，就是一种心理暗示，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刻意的模糊两者的区别，实际上达到的目的就是让某些人享受事实的豁免权，就像奥巴马、希拉里这样的人。那美国的司法体系的设立是总统不能直接控制调查的，即使川普他想清算，他也做不到，他也必须在法治的程序之下。当然他可以发表他个人的见解，但是现在某些舆论就是把司法追责与川普总统他个人的意志强行的绑在一起，好像这是川普他个人的复仇，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真正的问题不是调查是不是政治化，而是调查是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以事实为根据。如果调查是基于证据的，是由司法独立进行，那就是法治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清算。其实通俄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权力的滥用。
选举的诚信和媒体的操控。如果不进行全面的调查，就等于放任这样的暗箱操作，那对将来美国的选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我相信这次调查不单单是通俄门本身，而是连同2020年的大选的舞弊和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一同调查。那2016年的通俄门是阻击川普，川普当选之后呢，又质疑挑战川普的合法性，试图颠覆政权。那2022年的大选的舞弊呢，是他们用了18般的兵器，各种的手段，司法的、舆论的、媒体的，采取各样的手段，封杀大选舞弊的这些的证据质疑。在大选期间呢，这些主要的媒体，比如说 Facebook、Twitter，他们一起来封杀关于亨特·拜登的报道，有选择性的为亨特·拜登来掩盖事实，影响选民的判断。这个动机非常的明显。推特甚至封杀了川普他个人的账号，可以说是穷凶极恶，毫不掩饰，明目张胆的迫害选举。那2021年的1月6日国会山的事件当中，也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操控，借着这个事件给川普阵营贴上暴徒的标签，转移视线，掩盖诚信选举当中的这些问题。这3件事可以说是同一场战争的3个战场，背后是同一批人，同一个势力在操控，在运作。在这当中，情报界 CIA、FBI 多名的官员在当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那我们要问的是，到底谁在协调，谁在推动？这是调查的重点。如果不能查出这个幕后的老大，那这样的邪恶一定会继续下去，那也将直接影响2028年的总统选举。为什么会有人竭力的出来阻止这次调查？因为一旦这次调查展开，将会揭露很多隐藏在背后的这些真相，牵连的不仅仅是奥巴马团队，还一定会涉及到情报部门的高层、司法部的官员，还有媒体巨头与社交平台这些政商勾结的网络。所以这些人会大喊政治清算，甚至制造出川普要搞独裁这样的控告，来转移大众的焦点。其实这次调查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一个长期操纵美国政治、破坏宪政的深层政府的邪恶势力和他们的帮凶、媒体、网络。那这个调查的核心的诉求就是恢复美国的法治，确保选举的透明公开，防止权力的垄断与舆论的操控。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些纷乱的政治背后看到属灵的征战？这是需要一个属灵的判断力的。美国是当今是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那美国的政治走向直接牵动全球，这是在世界末日一场属灵的征战。表面的政治争斗，其实背后呢是有属灵的征战，是撒旦和神的代理人之间的争斗。现在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大陪审团。大陪审团的职责并不是决定他们是不是犯罪，而是决定是不是可以起诉。那大陪审团它的产生呢，是在选民当中随机产生的。但是这次大陪审团的选取的地区呢是华盛顿地区。那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是一个被民主党、被左派严重影响的区域，所以我很担心这个大陪审团当中的人员的组成。如果大多数都是左派的，都是支持民主党的，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凭着一颗公平公义的原则的良心来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要为这次大陪审团来祷告，求神来掌管这个选择的过程，让更多的有正义感的人、有良知的人能够加入这个大陪审团，
让这次调查能够给公众、给美国一个真正的真相。可以说，这次调查的结果对美国的将来的发展、政治的走向至关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自己在神面前为这次调查、这次大陪审团的选择来祷告，求神掌管，求神怜悯美国，让美国通过这次的调查揭露这些的丑恶，让美国的政治能够更干净，让这些的沼泽们能够曝光、被清除，让美国的司法能够更独立，美国的政治环境更加的健康。求神保守，求神带领。